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德莱文下路对线的一个对线情况，还有他的出装符文搭配。这个对面彗星的茂凯。对面的带的那个树儿子，就是 E 技能，还是有点疼的哦。这样的炸的话，摸他一刀，再摸一刀。前期跟女警对 A 是不亏的，只要你能打得中他。玩德莱文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伤害不够爆炸。这里小卡了一下，这里上去勾了一手，但吃到夹子，直接开 Q， 但差最后一下。对方如果赶上来，直接可以闪现过去 A 掉。天海还不打算回。直接闪现过去，等了一下 W 直接闪现过去，对面就直接 GG。像 W 技能呢是可以加攻速和加移速的，对面没 E 了，那这样的话可以上去直接跟他刚一手，这里把对面这个大树的控制给骗出来就好了。对面射手跟不上，其实像这种控制完全无所谓的，但这里有那个 E 技能，大树的 E 技能打个减速。这里面可以看到刚刚那个灯笼，垂直的灯笼丢的并不是很好。我技能上来以后，各种 A 就行了，但没有吃到人头人头吃到了。我说怎么没产生呢？这个武器又来了，有屏障的不怕，可以先丢个大招接平 A， 武器扛不住这个拿到提过款的德莱文，线上有优势很大的。对面大头过来，大头没有硬控，完全不怕。像有人问德莱文站撸的话有什么技巧？没有什么技巧，能把斧头接住就是很好的技巧。这里辅助开始卖了。
对面大树是那个带的彗星的，所以伤害很高。像这种打不到后排的话，打脸上就行。但这里面锤石给了个好勾，把对面的女警给留了下来。这里的话是可以操作的，血量都是很健康。对面一直给控制，不怕有护盾。刚刚应该直接交出闪现的，但刚刚失误了。那这里的话，还换掉，还行。换掉了个那个武器，刚刚那里的话应该是用闪现去规避的，没摁出来，估计是。那里还有个锁子，有眼的。像德莱文打这个小龙的速度很快啊。对面那个谁这里的话打了起来，大招回去拉回来，也没人头。对面炮台的话打人也挺疼的。AP 就是玩这种大树的话，肯定是选择出法装，那他就是没有太好的那种强度。这种的话，射手最好不要搭这种女警，这种不好搭的。打野的话还没来，没蓝了。清完这波兵线的话，可以直接回了。还要排塔。对面那个已经死了，我还对面女警没挂呢，刚刚没注意。这里有个小技巧，锤石丢了灯笼以后。拉的那一下，然后你这边也同时点灯笼，可以一起带过来。这里的话有点不太敢拼 A 上去 A， 因为不知道女警的位置，没想到女警在最后面。对面武器来了，赶紧往后拉，一技能打断他的跳。那这样的话，辅助是救不了了。这里闪现上来，吃掉这个文不，吃掉这个武器。哎呀，那大树也是跑不掉了，三杀收掉。偶遇对面的射手。
这里来人了，不然大树不敢这么包的。还好有水银，没闪现了，可惜队友没敢往前冲。啊，这个莉莉娅吃人都吃爽了都。但刚刚的德莱文已经打出了很多输出了，起码3个残血，已经 OK 了。像德莱文的话，可以选择第2件做收集者，但这局的话，如果做收集者，其实很难活下来，伤害并没有像那个那么爆炸。虽然说有那个收集者收人头会更舒服一些，发育也更快。这里的话可以选择来拿龙，这边武器有可能会独自打龙的，让队友去看一眼，果然是在。还好让那个盖伦过去看了一眼，把对面蒙多给收掉。这里闪现过来，有个残血的，2个脆皮不足为虑。那这样的话，可以直接来接管大龙了。这里的话差点钱，回去可以直接做那个火炮了。对方蒙多，可惜差点伤害给他跑了。哎，这里的话可以把射手给秒掉吗？大招，哎，再拉扯一下，血云一解，往回走。武器也挂了，哦，这个大头的话是跑不掉了，大树推回来，没办法了，2技能的被禁锢又用 Q 的冲击波啊，小鸡飞。像大树的 Q 技能是可以造成击飞的，好，其实亚索如果手速快的话是能接到那个击飞的。这样的话，他选择先做无尽了。如果超级就是优势很大，可以先做幽禁，那无尽，然后再选择做火炮。如果说你被对面有劫啊，或者说有那种突进英雄，那你必须得先做火炮。你看这里面无尽做出来以后，打出的伤害是特别爆的。如果像德莱文，为什么不做魂签呢？因为德莱文一定是接斧子 A 出去那个伤害才是高的。如果说魂签能复制德莱文的斧头，那就很强了。那德莱文100%要做那件装备，但如果没有，只是普通平 A 的话是没有用的。这里可以打了，上去。随时强行开团，但打不太过的感觉。哦，这里还好挡了一手。完了，这样子回的话，火男要被蒙多碾死了。哈哈哈，
直接净化解对方的眩晕。那武器没有控制的话，是吧？这边血量又健康，简简单单的2件，第3件都还没做出来呢。这盖伦对对面的塔、对面的水晶有股执念，哈哈哈。那这样的话，龙魂应该是有了。这是第2条小龙吗？哦，获取了龙魂。如果不做无尽，做木刃也可以，其实就看你个人选择咯。把龙到手，那可以直接干了，交闪切冲。这里大招刮了个满的 AOE， 这里再秒一个女警，再秒掉辅助，2刀1个大头。那行，这局就这么轻轻松松的结束了。那我们直接看下一局去了。如果不想看那个后续的数据，那你就可以直接拉到下一局，快进就可以了。这里我们来看第2局的话，是对线对面的寒冰。这里面的话，因为他们是打5排，好像是，所以对面也是5排的。以及要玩凶一点，这里被拉扯烂了，这波是纯亏，因为寒冰的2技能，它只要是技能或者说平内命中都是有减速的，所以给到减速以后，反倒是被打了一波难受的。这里拉一下，锤石不是很健康，闪现过来，可惜是引燃烫掉了，但能赚个1血已经赚了。骗过来，勾到对面辅助，这是在干嘛呢？杀心太重了，都特地用那个屏障，然后升2级，因为兵线的话，左边是清的更多的。这里的话，等一手攻速鞋，攻速鞋做出来以后，对面射手是没法弯了，没法弯了呀！但如果对面是那种菜刀队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做。就是最后一件可以补一件蓝盾，对，就发现对面打既打不动你，你打他们反而越打越痛。就有一些薇恩薇恩玩家遇到对面菜刀队的话，也可以这样子做。这里如果锤石勾不到，就直接撤了。银线没了，但真勾到了，勾到的话有点远。不是第一时间在旁边，但可以打，收掉。当然这里的话被辅助收掉人头了，盘神也过来了，赵信过来。
这已经可以不用走了，其实，在原地等死。像刚刚那波辅助拿人头，其实算是比较好的一种情况，而且兵线已经清掉了，对方射手又没有吃到兵，已经很赚了。哦，这边辅助到5级了，这种情况下好像不是很好打了。虽然说有征服者叠满的，但打野过来，收掉了个辅助。这边血量还是比较健康，这里有个维克多，赶紧闪现跑。完了，哦，刚刚好大招没了，这里面还好那个维克多的大招没有续上来。这边还没大招的，可以操作他们，有闪现，但血量没有对面那么健康啊。而且征服者已经没了，如果满血的话，还能说叠征服者，然后再上。这里勾中露露，但锤石想去后面先挡住对方的那个，想去就通过露露来做跳板去打控制给对面射手。但这边的话，射手第一时间必须得去先打露露，先把露露秒掉，因为谁比较近，然后先打个爆发先嘛。如果对面辅助血量并不低，那就撤退；如果对面辅助血量压下来了，那你就直接可以先把那个辅助秒掉先。然后再去收割对方射手就可以了。你们维克多住在了双人路是吧？你们4个人在这边。说实话，有西兰刀的话，德莱文相对来说它的蓝量就不会那么差，有时候。所以西兰刀的伤害还有性价比都优于那个收集者。过来，但在圈外。这里的话，睡到对方已经不太好上了。对面射手有屏障的，大招空了，但 A 平 A 收掉。饮血剑的盾确实很强啊！看着啊，队友倒在了旁边。啊，对面新之刚杰斯，哦是自家这边的，然后塔都没了，这也忒惨了。
杰斯其实很强的，特别是这次又加强了，就是想让那些杰斯玩家去出伤，就是打输出。但唯独有一个就是杰斯没有在生命值上面、伤害上面都有提升，但就没在那个生命值啊，是吧？那些杰斯这个英雄就是确实脆，但它可以切换形态嘛。灵活的话，其实玩的强的人用杰斯很好上分的。这边队友好像把技能都丢给了对面的盖伦，这波团战的话是打不了的，所以掉一个人已经算很不错了。在没有那个破甲弓做出来之前，德莱文还是打不太动对面的那个盖伦的。哦，这里找到对面打野，闪现 E 接平 A， 但又给了个盾，又给大招，那杀这个射手了，转移伤害目标，对面大宝剑插下来，还没投，那这样的话得撤了，已经没有状态打了。在那里待下去，其实半天没事干，也吃不到经济。这里的话可以尝试来抓盖伦的，哎，E没减速到，减速到还可以，但没减速到就没法打。这局的话得让队友去突破对方的中单，因为这里的话对面下来包了，寒冰的大招先到这里。对面维克托有点着急了，这样的话盖伦没技能了，直接打他就好了，但太肉了。这个打野上来被5个人集火，在秒掉2个的情况下，有点亏麻了这局团战。像杰斯的话出肉就很尴尬，就是没有，就团战作用太低了，不像猴子啊、波比啊，还有那个兰博这种能打出 AOE 伤害，而且有那种关键控制，你知道吧？这里可以直接把龙 ra 掉了，然后再回头打架。这杰斯又拿2个头，太绝了。杰斯的话就去卡位置，不要让他们过来给视野看到龙，这样的话有可能会被抢掉的。这里勾到对面露露，那直接又交闪现了，怎么对面这么多闪现？到
心捅，哦，竟然还空了。2技能的话是中间的空了，但边上还是滑到了吧。所以为什么不太建议大家玩赵信的时候是2技能起手，而是3技能起手，因为贴近以后，它就直接变成了扇形。这里打了12分钟了，对，那个杰斯的星之刚是0成。其实杰斯还是得玩穿甲流，就远程炮一下，打个消耗，然后直接跳上去，切换锤形态跳上去就打一套，然后就可以收人头了。如果还有一点血的话，就拿那个铁锤砰砰2拳，2锤子就收掉了。对面直接强吃对面的维克托，维克托有点在想什么呢？以为自己能打得过是吧？一技能拉开一下，队友在后面，所以不怕。哦，德莱文有人保着，就是啊，刚刚那个位置有锤石在前面顶着，在后面输出就是舒服很多。当然这局没有软辅，这个血量想秒维克托的好像不太合适。维克多在，那他出来的话，那就2回事了，直接一刀收掉。对面过来送福利大礼包的。6神装了，那这样的话，游戏进入了倒计时。这里跑得真快呀！开了2技能以后。这样的话可以直接拿大龙了。哦，但是这里杰斯还好，肉杰斯对面秒不动，完了。有6神的德莱文，对面也不敢乱来的，秒着掉。然后秒龙的速度太快了，打龙速度太快了。对面传送了，龙的话不知道能不能抢得下来。哦，赵信是拿掉了，那龙魂没有了。哦，睡到了，那对面跑不掉，没有晕到，但没关系，上去接最后下平 A。对面盖伦直接不做法抗了的，纯护甲的盖伦呢。哦 ，A2刀。这里贴上来的赵信根本扛不住伤害，上来就闪现跑了，最后还是被烫死了。
那这样的话可以尝试一波了。那这局的话啊，感觉已经可以结束了。我们接着看第3局啊，爽看了，哈哈哈。这局啊，我们来看第3局的德莱文。这样打近的话，先控上线，不要把兵线推得太过去。这边真的很稳啊！但这里随时操作失误了。那这一波把兵线进塔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吧。剑圣在这边的话，赶紧撤。完了，被控住了，跑不掉啦！进化，哦，没有进化，那个虚弱一直套着，还好剑圣才3级。哦，不是哦。这赵信怎么只有4级啊？他没有吃河蟹是吧？这边讲到第3局，说实话有点讲累了。我们更多的是那种去看他玩的，就没必要那么多讲解。卡萨丁可能出现在上路，可能对面卡萨丁也是个主播，这里面队友说玩得不错，然后又认识他。
这里把线压过去，只能说摸一下塔。对面反打能力还是很强的，你并不是把他的血量压下去了打，但对面也很稳。这样子搞的话，塔皮也难吃得到。这把线上优势并不是很大哈。这里中单说想去换线，申请换线，这样去玩。但其实尼坦的话可以越塔的。哦，这里剑圣来了。如果 A 最后一下 A 不出来，完了，直接刚好收集之后收掉了。那这样的话，这局前期来到了劣势局。那前面2局顺风，这把劣势应该讲这把才对，反倒是放到第3把了，然后感觉讲的有点干涉啊。哈哈。这把的锤石发挥很一般啊，这里还好灯笼救了一下。对面太肥了，打不太动啊。看剑圣，这里能秒掉这剑圣吗？秒不掉啊，可惜。对面进的伤害拉满了这局。你看在这，必须得提一次款。喂，拿到了个头。这是可以拿龙的这里，但我拿不知道在干嘛，他想杀人。哦，这里有头，哎呦，可惜没提到款。这样的话可以看龙了，剑圣要来的。打龙速度会比较快。直接跑了，因为没有蓝量了嘛，没有蓝的话，打架打的并不是不能说，肯定是不理智的。这边没有很好的开团的，兰博的话能开，但他先手的话并不理想。兰博最好的情况下是现在肉兰博的开团方式啊，就是粘到对面一个以后，就用鱼叉粘住以后就接着打就行。这里面很好的一个推棒推加 E 拉回来了，哇！反路不在，反倒是中路裂了呀！所以锤石，就有一些人觉得玩着有点怪的，就像锤石这里，他竟然有点想要，他以为那个德莱文就是没默契的情况下哈，他以为德莱文想操作，然后他就也不走了，其实是要锤石去往后退，然后丢个
丢个那个灯笼，让他能多 A 几下塔而已。就有时候，但有个点哈，你玩德莱文的玩家就千万不要，太相信这种自己家的就是陌生人的锤石，因为你不一定他能，是吧？除非是你已经跟他说好了可以这么操作。这里有机会，拉过来。跑太快了，我强行想杀的话好像也行，要被包了。看射手能不能操作起来。我好像砍得动，队友也赶到了，帅的。加中路塔没了，可以吃这个赏金塔。对面赏金都打出来了。必须得强行打一波团啊！中路塔拔掉了，回将加把破甲弓给做出来。他是先做了那个西兰刀是吧？破甲弓还差点钱。对面想摸大龙好像，但感觉剑圣已经在偷了，是不是？对面已经摸大龙，那这样的话只能换了。没关系的，因为劣势没办法。这边对面强行要换的话，已经在那里打着了。这里过来找到，就是这种情况下不要去被那个粘到，被对面辅助粘到。这里被剑圣的话是没办法的。这种状态下的话去不了了，卡萨丁要来了。卡萨丁进场的话，分他换人头是不理智的。卡萨丁真在。收掉卡萨丁。先丢大招吗？你太肉了，大招秒不掉。这局玩的是有点比较紧张，感觉确实这局比较紧张一些，反倒没有前两局那么顺。这里对面剑魔其实失误还蛮大的，他这剑魔有点搞，说实话，他其实早这样子。早开大猛一点，他都不会像刚刚那样被收割掉的。
那这波的话，中路3个人并不是很好接团呢。这里大闪过来，玩得好，但感觉他大闪失误了。没失误的话，其实，他那个绝后哥这边是没机会的。就他吃了2次大招的话，这个德莱文是必死的。对面也是太想操作了，不想把优势放掉。但优势已经并不大了。但卡萨丁成长起来就是优势，这个确实是。这里找到机会 Q 出去 ，A 出去，但没什么用。准备要团了，兰博已经上吗？那两边都很谨慎。卡丁又去带中路了。紫金。这里直接打了，这边反应能力并反应不过来，可以大龙拿到了，下一波小龙，小龙在拿好像3龙了，对了，龙魂有了，这种情况下，有大龙骂回了回城，那还行。这里要看住对方，不能让对面先打龙。可以团战，但绝对不能先动龙。打了以后往外拉，但进这样子的话，变成破卡。锤石上去了，这里剑圣过来，闪现拉开，剑魔在后面。还好锤石这手一技能拉回来了。这锤石玩的是真好呀！那这样的话，小龙拿到龙魂双龙会，直接去拆上路线，可以尝试一波了。42秒的中路配合上路，下路也有线。上路的话，直接一波也是可以的。对面2个人并不是守不了这个塔。好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啦，欢迎大家收看喽，拜拜。